大家忙于装逼秀自己的理解，而很少从游戏设计角度去思考问题啊。四叶草深渊这款游戏我玩下来，发现它虽然看起来是讲究策略和运气的，但真正的核心是肝，就是非常花时间。为什么这么讲呢？四叶草深渊这款游戏推出不久就拿到了 Steam 的好评如潮，很多人都玩得很上头，是一款很让人着迷的独立游戏。从玩法上来看，它有点像之前的小手牌，一个圆形玩法加些肉鸽玩法，但真正深入玩到通关，你就会发现差别其实还挺大的。就像我在开头说的，这款游戏对策略运气的要求远不如对干度的要求高，而且游戏这种干度在我看来像是游戏策划设计上的一个失误。为什么这么说呢？我们来聊一下这类肉鸽卡牌游戏中的常见设定，一般分为局内养成跟局外养成。局外养成呢，就是你玩的游戏次数越多，解锁的成就卡牌道具也越多，甚至能够解锁永久能力，让你后面玩得更轻松。那么四叶草深渊的局内养成就是它的玩法，它的基础玩法是老虎机，每次游玩时都是5×3的格子，得分得靠4个数值算出来，符号分、符号倍率、图形分、图形倍率，这4个数值相乘，最后总分达标就能进入下一关。符号分呢，就是比如四叶草、钻石这些花色本身的分数；符号倍率就是给花色基本分之外翻倍的倍数；图形分就是老虎机里能凑出的图形；图形倍率就是图形以外的倍数。看着复杂，其实就是4个数值相乘，如果总分达标就能到下一关。每个小关有3个回合，关卡目标就是赚到足够的钱，玩家可以提前往收银机里面存钱，但是呢可以不存满，每回合能收利息。当然你也可以直接把钱存到目标值，直接完成这一关，同时也会跳过剩下的几个回合。所以就此游戏又诞生了一些流派玩法，比如说靠存钱拿利息的利息流派。因为游戏中一些道具的配合，在老虎机的摇动回合中也能触发利息的钱，还有对各种倍率的倍数流的玩法，其中有跳过回合数对倍数的。另外还有一些特定的道具配合，比如说呢，用商店中只要花3样草券就能堆倍数的，通过每回合的电话互动选取特定的堆倍数的玩法。另外还有玩家把其他概率调低、调高单一花色的，比如说有四叶草流派，还有专门堆数字7的流派等等。游戏的玩法深度是有的。除了要老虎机得分之外，每回合结算时还能拿到一种特殊货币3样草券，可以花费它去商店买道具。当然能买到的道具是商店随机刷新的，道具能刷新的范围还需要玩家首先把道具库解锁很多，才能刷出更好的道具。没有解锁当然就刷不出来了。这又跟杀戮尖塔解锁卡牌遗物的逻辑是一样的。除了基础玩法和商店的系统之外，游戏中还有个电话系统，这是游戏给玩家提供特殊 buff 的系统。游戏中呢会看到有红色内容的电话和白色内容的电话，这很像是杀戮尖塔中的随机事件，能够给玩家叠加一些 buff 和一些特殊效果。电话呢又牵扯到游戏中的剧情，我们在第3关之后，游戏中呢就会有机会刷到3个6，要是玩家直接聊到3个6的时候，玩家手中的金钱会全部扣光，当然回合是继续的。可是玩家如果没有使用游戏剧情中出现红字内容的电话加成的话，每过一个回合，玩家桌面软盘上的666就会被划掉一个，每被划掉3次之后，当玩家接到一个白色电话打来内容时呢，桌面上的3个6就会变成3个9，而在这时玩家当摇到3个6时呢，3个6会变成3个9，会让手中的金钱翻倍。以上就是四叶草深渊的基本游戏玩法。可是拿它跟小手牌以及杀戮尖塔这些经典的肉鸽游戏对比，就会发现四叶草深渊的局内玩法和局外玩法都有问题。首先是记忆卡问题，四叶草深渊的游戏玩法核心是摇老虎机得分，配合商店、电话各种 BD 形成游戏中的循环。但问题呢就出现在记忆卡上，记忆卡获取的方式是玩家获得的钱足够下个关卡目标金额时呢，游戏中会出现一个让你提前存钱的互动，同意之后就随机给记忆卡包。那这个记忆卡就相当于杀戮尖塔中的职业小丑牌中的特殊的牌型，但不同的是在杀戮尖塔或小丑牌里面解锁了就是永久拥有，但四叶草深渊中呢，记忆卡是有数量的，你用完了就得重新去刷，这就会带来2个问题。首先呢，会导致玩家为了某个特定记忆卡会干游戏，其他游戏选角色可不需要玩家重复干吧。从游戏功能上呢，它可能更像是杀戮尖塔中的开局能力，不像是职业。可是呢，四叶草深渊中呢，记忆卡能力太强了。而且这款游戏中也没有职业，就导致记忆卡的强度就像是杀戮尖塔中职业和开局能力的结合体。假设玩家在游玩时选择了一个想要的记忆卡，但这一局的运气不好，记忆卡就浪费掉了。第2点是，这种给记忆卡的方式会浪费玩家的回合数，只有特定的流派打法才适合玩家去跳过回合，而记忆卡的开包又是随机的，容错率会变得很低，所以玩家想拿到合适的记忆卡就要反复的干游戏。
虽然游戏中的玩法流派不少，但实际玩起来想要凑一套完整理想的流派组合是非常困难的。因为游戏中的道具总数是很多的，而你想要的特定道具刷出来的概率并不高。虽然玩家可以消耗金钱去商店中刷出新的道具，而且在本回合内你刷新次数越多，钱的数量也会越多。另外一点就是玩家能够放在桌面上的道具数量是有限的。虽然后期游戏中会给玩家抽屉让玩家存道具，可是由于剧情的内容，后续的抽屉中也会刷新一些骨头，这些骨头是很多负面效果的。当然要达成普通结局是需要把这些骨头放在桌面上的。那么对于游戏中商店刷新概率的问题，就引出另一个问题：游戏的随机机制。游戏的概率我觉得设计是非常差的，让玩家挫折感拉满。有一种是没有伪随机机制的，像沙漏尖塔，你拿到 A 道具之后，商店会更容易刷出搭配的 B 道具。当然随着 A 道具的品质提高，这个概率也会相应降低。但是四叶草深渊呢，我觉得完全是没有这个机制的。想要凑齐一个流派的道具呢，全靠玩家的运气或者是刷商店，刷不到呢就白玩一局，还浪费记忆卡。另外再多说一句，沙漏吉塔这款游戏跟玩家社区频繁互动，它所做出的概率调整，实际上在这款游戏的生死存亡中是很关键的，是这款游戏能够成功的关键要素。在操作层面，说白了就是游戏设计师根据玩家的反馈调整概率，这种结果就是造成了一个伪随机的人性化结果，玩家玩起来很舒服。我很早之前就聊过沙漏吉塔这个关键设计，可是在评论区的很多观众朋友们都不以为意，主要是呢，观众朋友们在评论区都是聊游戏的不同套路，说白了就是攻略。大家忙于装逼秀自己的理解，而很少从游戏设计角度去思考问题啊，我这种分享就显得有些无力了。另外，游戏中的概率问题还有一点，游戏道具的刷新其实是一种假象。按道理来讲，玩家玩到越往后的关卡，刷到史诗传说道具的概率应该越高的，但实际上是玩家解锁的道具越多，概率越乱。当玩家解锁100多个道具，玩家在第一关都能刷到史诗或者传说道具，玩家需要配合流派的普通道具反而刷不到。不同的关卡对于刷出道具的概率提升也是非常小的。而玩家玩到后续的关卡能够刷到更好的道具呢，更多的是粗暴的给道具额外加了一个词条。当然，这款游戏我觉得应该是随着关卡回合数的提高，道具刷新的品质会越来越高的，只是这个概率有些问题，它甚至可以说调整的非常小。我当然知道这款游戏随着关卡和回合数的提高，商店中能够刷出更高品质的概率一定是更高的，可是这种提高在玩家的层面来讲有些太低了，我觉得游戏制作者应该把这个概率提得更高一些，明显区分出来。还有一点就是游戏数值要求太高，像达标进入下一关分数要求特别高，而且很多道具呢我们要很早拿到才有用，比如说一些叠加数值的道具，玩家晚拿的是根本没用的。那么如果玩家运气差没有刷到，那这局游戏很遗憾你不能玩这个流派了。在游戏的剧情上面也显示出了结局非常敷衍，通完后呢是逃出去的一个信号，但是剧情与玩法的脱节度非常高的。到游戏最后，玩家拿钥匙开门，然后就是黑屏切场景，一看就是两个场景并不在一块儿，那么就是说明游戏设计者把玩法数值做完之后啊，没有精力搞剧情，就随便凑了一个结局，显得是特别潦草。这种情况就是我知道你是独立游戏，你不做结局我可以接受，但是你做了结局就不能特别潦草吧。跟我来说，四叶草深渊这款游戏确实让人着迷，玩法又有新意，我可以给到8分。它跟修手牌一样，同样的是使用流行的实体游戏嫁接肉鸽玩法，可玩性和游戏深度都很棒。但跟修手牌以及杀戮尖塔来讲还是差了一点。这款游戏的优点是把肉鸽和老虎机这种很流行的玩法结合得很不错，流派多，玩家玩起来有意思。但缺点是有点致命的，将职业改成了记忆卡会逼着玩家更多的干游戏，游戏的概率设计提升不太明显，游戏的剧情结局有些敷衍，那导致我玩这款游戏玩到后面只是觉得很劳累，游戏乐趣会减少很多。那我估计后续游戏的流行度和热度都肯定比不上之前的修手牌了。当然，老虎机跟德州扑克的这种玩法本身受欢迎程度是差不多的，但四叶草深渊这些设计问题把好玩的部分都抵消了一部分。如果你喜欢本期视频的话，欢迎点赞关注我们，下期再见。